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0月7日。最近呢，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，所以有大把的时间，就想趁着这段时间呢，来各处走一走。这次呢，我去的南昌，一方面和南沙的这位朋友聚聚，聊聊天，另一方面也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创业机会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想带大家边走边聊，记录一下我的近况。这次我是从杭州出发的，高铁大概2小时50分钟就能到达南昌。一场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就这么开始了。从8月7号离开北京来到杭州，到今天正好2个月。这2个月里，经历了租房、搬家、开学、上课、找工作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，基本上都慢慢步入正轨了。只是呢，找工作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。我发现画室开心所，和朋友在一起聊聊天，心情就很舒畅。我一开始在南昌找了一家民宿，但是我发现这家民宿的硬件设施实在是太差了，门儿都会嘎吱嘎吱的响，所以呢，我就换了一家酒店。多舒服呀！进来之后就感觉到敞亮。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，我对于环境的要求比较高，就一旦住得不好，我的心情就不好，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所以我宁可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，也不会在一个住得不满意的酒店里凑合。你看，这就是中国工业能力的一种体现了。你说在5年前、10年前，是摄影设备哪有说用中国的，对吧？是。现在我跟我朋友来到了南昌之星，其实就跟天津之眼一样，有一个大的摩天轮，旁边呢是南昌的万象城。我们一起在这里逛了逛，然后又来到了我朋友的母校南昌大学逛了逛。在逛南昌大学的间隙，我们也聊一聊最近大家都关心的话题——工作。说实话，这2年的就业环境和几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房地产的泡沫没有完全破裂，经济结构却在快速调整，许多行业的增长速度都快速的慢了下来。无论是互联网大厂、传统制造业，还是一些新兴赛道，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疯狂扩张，岗位数量明显减少，竞争却越来越激烈。很多原本稳定的岗位开始被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，新岗位的需求却又没有完全跟上，企业在用人上变得更加谨慎。一份岗位可能会有上百人投递，对于刚毕业的学生和准备转行的人来说，求职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。其实周一到周五本来也没几天的确实。老城区最繁华的路口。现在来到的是南昌非常繁华的一条街，叫珠宝街。我们边逛边聊。这些变化在我的身边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还记得几年前，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，话题永远离不开今年能涨多少薪，准备跳去哪家公司，下一个职业目标是什么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信心，觉得只要肯努力、肯拼搏，总能找到更好的机会，总有更大的舞台在等着我们。但现在
聊天的内容已经完全变了。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谈论梦想和发展，而是在讨论要不要先找一份糊口的工作，是不是该先回老家，我还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。那种对未来笃定的乐观，正在一点点被不确定感所取代。我身边不少朋友都经历了失业的打击，有的人从年初到现在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投了无数份简历，却连面试的机会都拿不到。也有人迫于生活压力，选择去做自己从未想过的事情，比如送外卖、跑网约车，在短视频平台直播，甚至尝试开网店做副业。虽然这些选择未必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，但在现实面前，理想常常不得不让步。还有一些朋友虽然还在原来的行业，但也不得不接受降薪调岗甚至裁员的现实。有的人被优化后转岗到完全不同的岗位，有的人为了保住工作主动降薪，也有人在短时间内换了好几家公司，却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归宿。以前那种一份工作可以干好几年的情况，现在似乎越来越少见了。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也在悄悄改变着大家的心态。曾经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回报，相信只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，总有机会实现目标。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句话。你可能拼尽全力，也依然得不到理想的结果。你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充电，却发现行业需求一夜之间就变了。这种落差感不仅带来了失落，更让很多人陷入深深的焦虑和迷茫之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焦虑不仅停留在工作层面，它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。有人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结婚生孩子，有人计划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节奏，回老家寻找更低成本的生活方式，也有人在思考是不是该去转行，是不是该去考公考编，至少先换来一份稳定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共同面对的现实。我就纳闷了，像这种吵的环境怎么购物？对，他应该把这个小摊食摊的这个声音给控掉。对他，你要这么吵，怎么你说话都听不见？对，用户体验很大，特别差。这个让人心情很烦躁。这环境太吵了。滕王阁。他这个是需要门票的，是吧？对。曾经看似确定的职业道路，如今变得曲折而模糊。虽然未来依然充满未知，但我们也只能一边摸索一边调整，在不确定的时代里，尽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。一样的，你就找哪个嘛？青皮啊，白皮、鲜皮，对，都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是你看到这个白皮是会更加泡沫会更加细腻一点嘛？原浆是就是等于刚出厂没有经过加工的了。然后鲜皮最多我们日常喝的酒扎皮的这些。扎皮。对。那杯子呢？杯子这个是吧？这杯子就用那个是吧？对。来，那个我来一个。这是一家开在万寿宫的啤酒酒吧。天这么热，在这里开一家露天的啤酒酒吧，不得不说，老板的商业眼光真是绝了呀！
16块钱。好嘞，好嘞，给你来一段，比个比个耶。好嘞，拜拜。好。早上的时候被楼下的挖土机给吵醒了，我就纳闷了，我住在16层，还能被楼下的这个挖土机给吵醒，这声音得多大呀？施工的工地。来，文军看看镜头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种集体焦虑的问题。这种集体的焦虑与迷茫背后的真实原因，不只是因为找工作难，更因为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在减弱。行业变化太快，很多职业的生命周期被压缩，刚掌握的新技能可能1年后就不再吃香。与此同时，房价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，很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，是否还要留在1线城市，是否要换个赛道，是否应该考公或考编。在南昌，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各处都在施工。不管是繁华地段还是不繁华地段，市中心还是郊区，到处都是施工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稳定成了越来越多人追求的关键词，而成长和梦想这样的词似乎被放在了更后面的位置。在万寿宫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位做导游的00后女生，和她聊了聊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那种关于未来的焦虑和迷茫，在年轻人身上似乎更加明显。其实，经济大环境的波动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不会因为年龄而不同。无论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，还是工作多年的职场人，都在共同承受时代带来的压力与挑战。我觉得你像你的账号可以多发一些作品，作品还太少。这都是原来都是纯记录生活了，纯拍。哎，我来看。你想，他又不用这个接客户，他从小红书来。我建议你这个可以接客户啊。其实也可以，对呀，把流量做起来。把流量做起来，用这个你要多发一些作品。今天我又被放鸽子了，这个不能多说呀，我们这个可以啊，就是倒霉的话不能多说。不是有一个那个赶海博主嘛，这个老是空军，天天都叫他空军。那个在法国做那个赶海的一个女孩子叫什么来着？南昌为什么叫南昌？是跟你们山东还是有点渊源的。海昏侯知道吧？就是最近挖出来那个，我知道，当过皇帝的，当过几十年的皇帝。他最早他是封在哪里？封在齐国。封在齐国叫昌邑。现在潍坊有个昌邑县。后来把它贬到南昌，叫南昌邑。明白了原来如此。所以南昌跟山东的渊源就在这里。了解，这个是第一次听说，可以。最后再来说一下我自己，也不例外。来到杭州的这2个月里，我一边不断地投简历、面试，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，一边也和朋友聊着各种创业的可能性，每天都在思考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，要不要换个方向。是继续在原有的行业深耕，还是趁机尝试一些全新的领域？这些问题也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正是这种不确定，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虽然环境确实很难但我始终相信，每一次大的变局背后也潜藏着新的机会。
我们无法左右时代的风向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调整自己的航线。就像航海一样，风向有时会突然改变，但掌舵的人依然可以决定船驶向哪里。即便现在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即便暂时还看不到前方的光亮，我也不想就此停下脚步，因为我相信很多机会并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出现，而是藏在那些无人注意的角落，等待着被发现。所以这段没有确定答案的日子对我来说并不是浪费，而是一种积蓄。它让我有机会放慢脚步，重新认识自己，重新审视方向。或许未来的路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正是这些迷茫和不安，才会引导我们找到真正想去的地方。但是没关门，怎么感觉像是关门呢？我刚才从那个最后在赣江边，我意外遇见了无人机庆祝国庆的演练。数百架无人机在夜空中缓缓升起，闪烁着光芒，组成一幅幅绚丽的图案，倒映在江面上，让整片夜空变得生动而浪漫。那一刻，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着它们在空中变换队形，心情也随之变得平静下来。看着这一架架无人机在夜空中缓缓升起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受。它们在空中每一次转向，每一次重新编队，都需要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寻找新的平衡，才能在夜空中组成最美的图案。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一样的。找工作的迷茫，未来的不确定，或许并不是失败，而是人生这场旅程中必须经历的调整。也许现在的我还没找到最合适的方向，但只要我不断尝试，不断修正自己的航线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像那一束束光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江风轻轻吹过，夜空中的光影还在变换。我想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，有迷茫，也有等待，有时候看不到尽头，但只要不放弃前行，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一刻。就像今晚这片天空一样，起初是漆黑一片，但最终会被光照亮。